哥哥因为车祸成了植物人，而双胞胎弟弟却趁虚而入，强行霸占了漂亮的嫂嫂。女人名叫妍希，2个月前刚和丈夫举行完婚礼，谁料没过多久，郑宇就因为一次意外陷入昏迷，变成了不能说也不能动的植物人。医生表示恢复正常的可能性极小，让妍希尽早做好心理准备。可女人却不肯放弃，尽心尽力照顾着病床上的丈夫。国外读书的弟弟得知此事后心急如焚，当即坐上航班前来看望哥哥。妍希收到信息后来机场接人，这才发现他们是双胞胎兄弟，单从样貌来看很难分出谁是哥哥谁是弟弟。好在兄弟俩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，丈夫为人稳重，而弟弟郑浩更为活泼。这天，妍希像往常一样来医院看望丈夫，却发现病房里站着一个年轻女子，亲密举动之下，处于昏迷中的郑宇竟然有了反应。她以为丈夫背着自己有了外遇，于是把自己关进浴室里独自伤心。妍希也因此发了高烧，郑浩一直守在床边细心照顾，直到嫂子面色一点点好转，他这才放下心来。其实2人之前有过一面之缘，那时妍希和男友正处于热恋阶段，误将素未谋面的郑浩当成了郑宇，他们隔着一面玻璃做鬼脸。也正是从那时起，郑浩心里也悄悄地对妍希情根深重。他知道哥哥有可能醒不过来，所以想代替对方照顾嫂子。见妍希精神状态这么差，郑浩便提出一起出门散心。只是没过多久，医院就传来噩耗，郑宇的状况很差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需要家属签署死亡同意书。妍希的情绪更加崩溃，整日整夜睡不着觉，整个人也开始变得神神叨叨。欲求不满的妻子爬到病床上，解开植物人丈夫的衣口，亲吻着结实的胸膛，自我抚慰。双胞胎弟弟看见这一幕后十分心疼，为帮助嫂子走出低谷，他偷偷改变了家里的装修与布局，又带着妍希来到寺庙祈福。山下就是哥哥与嫂嫂第一次相遇的地方。女人看着面前的场景，陷入过往回忆。当时妍希独自一人出来爬山，因为体力不支昏倒在桥头，如果不是郑宇恰好路过将她救下，或许自己早就没命了。这也是妍希一直不肯放弃为丈夫治疗的原因。想到这里，她果断下山，准备赶回医院照顾天郑宇，却因速度太快，在中途扭伤了脚。郑浩见状提出背嫂子下山，可妍希却十分抵触，硬撑着走到了一家农舍。农户主人还以为他们是情侣，拿出相机给2人拍照。碍于内心道德的束缚，妍希有些不好意思地拉开了距离，可郑浩却大大方方地又靠了过去。没办法，他只好生硬地挤出笑容。随后他们离开农舍，一路赶往医院。不幸的是，中途遇上大雨，郑浩和妍希只能在车里躲避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气氛很快就暧昧起来。再加上丈夫长时间昏迷，这段时间她一直独守空房，最终还是没能按耐住体内的欲望，与郑浩发生了关系。短暂的愉快过后，2人便转身踏上归程。只是谁也没想到，此时此刻，另一边医院里的郑宇突然醒了。本该是天大的喜讯，却在这一刻充满了讽刺。妍希赶忙整理好情绪，赶回医院，看着意识清醒的丈夫五味杂陈。出于羞愧，她一直和郑浩保持着距离。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段关系终究还是被撞破了。男人趁着哥哥不在病房，将漂亮嫂嫂逼到角落里动粗。这一幕恰巧被值班的护士撞见，流言蜚语很快便在医院里传开，最后传到了郑宇耳中。为了守护妻子和家庭，他尚未完全康复，便急着出院。回家后却看到家里的装修换个风格，郑宇莫名的恼火，冲着2人发了脾气。在这种逐渐扭曲的心态下，他跑去理发店做了弟弟同款发型，还以老婆的名义为郑浩找了一个新的住所，并提醒对方不要再来打扰自己的生活。妍希知道是自己出轨在先，于是主动找到郑浩，想要结束这段关系。可见到对方后，到嘴边的狠话又说不出口。殊不知，眼前人根本就不是郑浩，而是丈夫假扮的。他见妻子当断不断，心中的怒火愈发旺盛，于是便将妍希拉到房间里粗鲁对待。结果这一幕又恰巧被赶来的郑浩看见，女人这才发觉是自己认错人了。她挣扎着想要停下，可郑宇却不肯放过。经此一事，妍希心如死灰，她麻木地烧掉了所有跟丈夫有关的东西，最终在2兄弟之间做出选择。可这却使得郑宇跟郑浩反目成仇，2人相约来到山间的大桥上，为了妍希大打出手，结果双双失足，从这里掉了下去。数月后，妍希才从悲痛中走出来，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面包店。这天，她从信箱中发现了一张来自加拿大的明信片，明信片的背后还写着一句话：你真正爱的是我们之中的哪一个？
影片到此结束，导演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有悬念的结局。两兄弟之中，最后有一个活了下来，具体是谁，并没有明确指出来。郑浩的到来确实给予了妍希很多的温暖和慰藉。不过，也有观众认为，妍希自始至终爱着的都是那个在山里救她性命的郑宇。